乌江边的风向来是不讲道理的，它从冰冷的江面上卷过来，带着一股浓重的水腥味和洗不掉的血气，硬生生地往人的甲胄缝隙里钻。残阳像是被谁在天边豁开了一道口子，粘稠的红浆子铺满了江面，把那一江奔流的水染得让人不敢直视。31岁的项羽就那么钉在渡口的老树下，他身上的铠甲早就看不出原先的乌金本色，一层又一层的暗红雪茄在大风里干裂剥落，又被新的诗意覆盖。那是无数人的命填出来的颜色，有敌人的，也有他自己的。他手里那杆长戟尖斜斜的指着泥地，上面挂着一缕不知道从谁身上撕下来的暗紫色碎肉。在他面前，那一艘孤零零的小船在江浪里起伏，像是这天地间唯一能承载活气的东西。此时此刻，请你慢慢闭上眼睛，在这个深夜抛开那些繁杂的琐事，试着让自己潜入这片2000多年前的寒雾里。如果你能听到这江水的呜咽，能感受到那股透骨的凉意，说明你已经来到了霸王的身后。在故事开始前，也请你随手点个订阅，在评论区留下一句顺遂平安。这不仅是对历史的致敬，也是我们在岁月的洪流里为自己求的一份现世安稳。船上的乌江艇长那一双布满老茧的手死死扣住木桨，他的额头上全是大颗大颗的汗珠，还没滴下来就被江风吹成了冰凉的痕迹。他扯着嘶哑的嗓子一遍又一遍地喊着：大王，快上来吧！江东虽小，还有千里土地几十万百姓啊！项羽没有动，他那一双传说中的重瞳在寒雾里显得深邃而诡异，仿佛要把对岸的一切都看穿。身后的马蹄声像是密集的鼓点敲在大地的脊梁骨上，那是60万汉军合围而来的震动，是刘邦和韩信布下的最后一张网。项羽的嘴角微微牵动了一下，那是一个极其隐晦的笑容。他看透了，江对岸那个叫韩信的天才早就把所有的生路都算成了死局。他跨过这道江，不过是把战火带回故乡，让江东的子弟兵再死一遍，属于霸王的时代在这个残阳如血的黄昏终于走到了尽头。他选择死得像一个不可逾越的神话，而不是活成一个任人围观的俘虏。但在我们去凝视那个悲壮的背影之前，必须把时间的指针往回拨。我们要穿过这凄厉的北风，穿过漫天的战火，一直回到31年前的那个春天。那是公元前232年，楚国的土地在秦国铁骑的践踏下已经开始发抖。在项氏一族的深宅大院里，一个男婴坠地了。接生婆在烛火下把孩子抱起来的一瞬间，整个人像是被施了定身法，手里的襁褓险些掉在地上。那孩子的眼睛和常人完全不同，每个眼眶里竟然生着2个瞳孔，一黑一灰的深渊交叠在一起，仿佛能吞噬光线。在那个迷信神谕的年代，这对眼睛被称为重瞳，那是舜帝才有的圣王意象，意味着这个孩子从睁眼那一刻起就背负着极端的命数。他要么是执掌乾坤的帝王，要么就是搅动乾坤的魔神。像是长辈盯着这个婴儿，烛火映在他们沉重的脸上，影影绰绰。他们为他取名项籍，字羽。项羽的童年并没有太多欢笑，无论他走到哪儿，迎来的都是畏惧和躲避的目光。那些仆从和宫女在回廊里遇见他，总是低垂着头，死死盯着自己的脚尖，连大气都不敢喘。这种与生俱来的孤独感像是一层洗不掉的底色，渗进了他的骨髓。世界给了他一双帝王的眼睛，却没打算给他一个温柔的开端。很快，他生命中最后的温情也崩塌了。他的祖父
那位撑起楚国最后脊梁的大将项燕，在抵抗秦军的最后一战中拔剑自杀。紧接着，他的父母也在战乱的硝烟中消失了。曾经显赫一时的项家门庭，在一夜之间坍塌成了瓦砾。少年项羽被叔父项梁拽着手，在那场连绵不绝的阴雨中开始了漫长的流亡。项梁是一个满身仇恨的复仇者，在那些躲避秦军搜捕的深夜，他们栖身在潮湿的破庙里，叔父会死死抓着项羽的肩膀，指着北方那片漆黑的天空，声音压得极低，却带着一股血腥味儿。你要记住，是秦人夺走了我们的荣耀。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仇恨是项羽最早喝下的奶水，他们最终流落到了吴中，也就是今天的苏州一带。南方的春天总是潮湿而压抑，空气里带着一股草木腐烂的气息。项梁并没有让项羽做一个普通的农夫，他依然在用贵族的标准打磨这个侄子。午后的私塾里，蝉鸣声声碎。项羽跪坐在席子上，手里攥着沉重的竹简。那些刻在竹简上的微言大义，在他眼里像是一群死掉的蚂蚁，毫无生气。他盯着窗外的树影看了半个时辰，终于把竹简重重地摔在案几上。面对叔父的责问，他只是倔强地仰起头，那双重瞳里闪烁着不耐烦的光束，足以记名姓而已。他不想在那些故纸堆里寻找治国的道理，他觉得那些文字太慢，也太软。项梁气得胡须乱颤，却也无可奈何，只能转而教他练剑。在吴中的空地上，少年项羽握住了沉重的长剑。他的天赋确实惊人，没过多久，那柄长剑就在他手中挥舞得如同白龙绕身。但就在项梁以为他终于能定下心来的时候，项羽再次把剑扔到了一边。他对着暴怒的叔父平静地说了那句足以回荡千年的狂言：剑一人敌，不足学，学万人敌。他要学的不是匹夫之勇，不是在1对1的格斗中取胜，他要学的是那种能在这个世界上横扫千军，能决定万人生死的本事。他要学兵法，要学那种能把整个天下当成棋盘的艺术。项梁转怒为喜，他觉得自己这个侄子终于开窍了，他开始传授项家祖传的兵法韬略。然而项羽的性格弱点在这里第一次显露无遗，他学兵法依然是那副略知其意就不肯深究的性子，他只求理解那些排兵布阵的雷霆手段，却从不愿意去钻研繁琐的粮草调度和治军细节。他轻视读书，让他日后在政治的博弈场上像个没穿盔甲的莽夫。他轻视剑术细节，让他性格里始终少了一份应有的耐心。他像是一个急于求成的匠人，想要直接跳过地基去建造一座空中楼阁。他以为自己掌握了万人敌的屠龙术，却不知道那把刀如果不加磨练，最终会割伤他自己。随着年岁增长，项羽的身体开始展现出一种近乎恐怖的力量。他站在吴中的集市上，比周围的人足足高出1头多。史书里说他长8尺余，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他就像一座移动的青铜铁塔。吴中的集市上有一口大鼎，那是用来祭祀的礼器，沉重的仿佛升进了地里。那是一个闷热的午后，几个当地有名的壮汉围着那口鼎，一个个憋得面红耳赤，青筋暴起，鼎却纹丝不动。年轻的项羽分开人群走了过去，他不需要任何花哨的动作，只是沉下腰，双手稳稳地扣住鼎足。他猛地发出一声低沉的怒吼，像是一声闷雷在地面炸开。那口1000斤重的巨鼎竟然被他生生拔起，稳稳地举过了头顶。周围死一般的寂静，只有项羽那粗重的呼吸声。片刻之后，爆发出了近乎疯狂的喝彩。那些当地的青袍少年、江湖豪杰看到项羽食无不西行而前，莫敢仰视。
那种敬畏不仅是因为他的拳头，更是因为他身上那股暴力而高贵的威压。项梁利用侄子的名望，在吴中暗暗织起了一张网。他借着操办红白喜事和征发西役的机会，偷偷对当地子弟进行军事训练。项羽成了这些预备役士兵眼中唯一的领袖。此时的他20出头，强壮高贵，身边围满了崇拜者。他觉得世界就在脚下，只要一个契机，他就能掀翻秦国那沉重的黑幕。公元前210年，那个契机以一种极其压迫的方式降临了。始皇帝嬴政最后一次南巡，巨大的楼船舰队遮蔽了江面，黑色的龙旗像是一片乌云，死死压在吴中的上空。岸边的百姓黑压压地跪了一地，连头都不敢抬。空气里弥漫着令人窒息的肃杀，只有秦军整齐的马蹄声像铁锤一样敲着大地。人群中的项羽并没有像其他人那样弯下脊梁，他死死盯着远处那辆装饰华丽、被重重甲士护卫的皇帝车驾。那是他一生的仇敌，也是权力的最高峰。他的眼里没有恐惧，只有一股被点燃的熊熊野心。他突然伸出手，指着那辆车架，声音并不大，却清晰地让周围的人都打了个寒战。彼可取而代也，那个人我可以把他拉下来，替代他。项梁吓得脸色惨白，猛地捂住项羽的嘴，低声喝道：吾妄言足矣。但在松手的一瞬间，项梁看着侄子那双燃烧的重瞳，心里却涌起一股难以言说的狂喜。他知道这把复仇的利剑终于彻底磨成了。极具讽刺意味的是，就在不远处的另一处人群里，还有一个中年男人也在盯着那辆车架。那个叫刘邦的泗水亭长发出了长长的羡慕感叹：大丈夫当如是也。项羽想的是取代是你死我活的敌对，刘邦想的是加入那个游戏规则。这两颗不同的种子在这一刻埋进了历史的土壤。秦始皇死后的第2年，陈胜吴广在大雨中揭竿而起。项梁和项羽在吴中杀掉了郡守，拉起了一支8000人的子弟兵。那些江东子弟穿着粗糙的布衣，拿着生锈的兵器，却因为项羽的一声怒吼，就敢对着精锐的秦军发起冲锋。项羽骑在马上，那是他第一次感受到战场的热血，但他很快发现战争不是他想象中的决斗。公元前208年的冬天，秦将章邯带着几十万骊山行徒，像一群疯掉的野狼，在巨鹿围住了赵国的残余势力。各路诸侯的援军赶到了，却被秦军的威势吓破了胆。他们躲在坚固的营垒后面，每天只敢在墙头向下张望，没有一个人敢出战。楚国的援军也到了，但统帅宋义却在大帐里喝酒吃肉，打着坐山观虎斗的算盘。他在等秦赵拼个两败俱伤，而外面的士兵在寒风中被冻得浑身发青，肚子饿得打鼓。项羽看着这一切，他觉得自己的肺都要炸开了。他不懂这种复杂的政治算计，他只知道他的士兵不该这样窝囊地死去。一个清晨，项羽提着剑闯进了宋义的中军大帐，帐篷里的沉香还没熄灭，宋义甚至还没来得及放下手里的酒爵，寒光一闪，宋义的人头就滚落在了那张华丽的地毯上。项羽提着那颗还在滴血的人头走出大帐，面对着惊恐万状的众将，他只说了一句话：宋义谋反，我奉命行事。在暴力至上的乱世，谁的剑快，谁就是真理。他接管了指挥权，随后下达了一道让全世界都目瞪口呆的命令：渡过漳水，把所有的锅都砸碎，把所有的船都凿沉，每人只准带3天的干粮，多1粒米都不行。这就是破釜沉舟。他在用这种决绝的方式告诉所有人，
生路已经没了。当楚军冲向秦军阵地时，那不再是一支军队，而是一群从地狱里爬出来的野兽。士兵们咆哮着，那是被绝望逼出来的疯狂。他们不需要防御，不需要撤退，他们只想在死之前从秦军身上咬下一块肉来。项羽一马当先，他那杆长戟在秦军阵中划出一道道猩红的圆弧，秦军崩溃了。那支号称无敌的长城军团在这一天被项羽硬生生地打断了脊梁。战斗结束的时候，残阳照在满地的尸首上，项羽提着滴血的长戟站在那片血色的荒原中心。各路诸侯的将领被召集到辕门外，他们低着头，用膝盖在泥水里挪动，甚至不敢抬头看一眼项羽的脚尖。那是项羽人生最高光的时刻。25岁的他成了各路诸侯的共主，成了行走人间的战神。他站在那儿俯视着那些战战兢兢的权贵，感受着权力的巅峰滋味。但他没有注意到，那些跪在地上的将领眼里除了恐惧，还有一种深深的如毒蛇般的嫉妒。秦朝的灭亡已经进入了倒计时，但历史却在这个转弯处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当项羽带着联军杀向咸阳时，却发现函谷关的大门关上了。那个被他视为流氓无赖的刘邦，竟然趁着他在巨鹿拼命的时候，偷偷进了关中。项羽的自尊心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羞辱，他觉得那是乞丐在冒犯贵族。他攻破了函谷关，大军驻扎在鸿门，40万对10万，只要他点点头，刘邦就会变成一滩烂泥。他的亚父范增，那位满头白发的老谋臣，敏锐地看出了刘邦的野心。范曾拿起一块玉珏，手指在上面焦躁地摩挲着。他告诉项羽，刘邦以前贪财好色，现在却一文不取，这是天子之志，必杀之。鸿门宴的大帐里，空气粘稠的让人喘不过气来。刘邦卑躬屈膝地坐在那儿，脸上堆满了诚恳而虚伪的笑容。他叫项羽将军，他把自己放到了尘埃里，说一切都是误会。项羽看着这个唯唯诺诺的中年人，心里的火气突然散了。他觉得去杀一个已经求饶的流氓，会有损贵族的尊严。范增在旁边急得眼睛都红了，他3次举起玉玺示意项羽动手，项羽却只是低着头喝酒，假装没看见。范增无奈，叫来了项庄舞剑，剑光在刘邦的脖子边掠过，带着冰冷的杀气。项羽却像是在看一场有趣的杂耍，他甚至觉得这一幕挺热闹。他对政治风险的迟钝简直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最终刘邦借口上厕所，像条泥鳅一样溜掉了。范增气得浑身发抖，他猛地拔出佩剑，将刘邦留下的玉斗砍碎在地上。他对着项羽发出了那句绝望的预言：庶子不足与谋，夺项王天下者，必沛公也。项羽看着地上的碎片，依然是不以为意地笑了笑。他觉得范增老了，胆子也小了。他领兵进了咸阳，在那个寒冷的冬日，他做出了一个让天下人心寒的决定。他杀掉了已经投降的子婴，屠戮了城里的百姓。为了泄愤，他放了一把火，把那座美轮美奂的阿房宫烧了3个月。黑色的烟尘遮住了太阳，也遮住了项羽作为领袖的前途。他不是在接管世界，而是在毁灭世界。有人劝他留在关中成就帝业，项羽却看着那片废墟，想起了故乡的云。他说：富贵不归故乡，如依锦夜行，谁知之者。为了这份小农士的虚荣，他放弃了战略要地，带着抢来的宝货美女回到了无险可守的彭城。他自封为西楚霸王，像切蛋糕一样把天下分给了18路诸侯。他以为这样就回到了周朝那样的分封盛世，但他忘了
时代已经变了。他这种凭个人好恶的分封，在诸侯心里种下了怨恨的种子。那个被他赶到偏僻巴蜀的刘邦，正在阴影里磨着刀，等待着最后的一击。项羽站在彭城的宫殿里，看着各国朝贡的使者，以为这就是终局。然而，这只是深渊的起点。公元前205年的春天，项羽正陷在齐国的乱局里脱不开身。一个探子满头大汗地闯进大帐，声音里带着哭腔：大王，彭城丢了。刘邦纠集了5路诸侯56万大军，把项羽的老巢占了。刘邦进了城，把项羽的金银财宝和美女全抢了，每天在宫里开派对。项羽没有咆哮，他只是盯着地图看了整整一夜。那种可怕的冷静是战神觉醒的预兆。他留下主力，只带了3万精锐骑兵，趁着夜色全速南下。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照在彭城外的汉军营地时，3万楚军骑兵像是一道黑色的闪电，直接劈开了56万汉军的宿醉。那不是战斗，那是单方面的屠杀。汉军像被惊扰的羊群，自相践踏，争相掉进河里淹死。睢水因为尸体太多，竟然停止了流动。刘邦为了逃命，甚至好几次亲手把儿女踹下车，只为了让马车跑得快一点。项羽在乱军中寻找刘邦的身影，但他面对的是一个没有底线的实用主义者。彭城大胜，却没能彻底解决问题。项羽发现他陷入了一场永远打不完的消耗战。刘邦虽然屡战屡败，但他身后有萧何、关中的新兵和粮草，源源不断地送往前线。而项羽的精兵死一个少一个，粮道还经常被彭越的游击队截断。他在战场上无敌，却在系统的博弈中慢慢枯竭。怀疑的种子也在他身边悄悄发芽。刘邦的谋士陈平用了几千斤黄金，在楚军中散布范增要造反的谣言。项羽本就多疑，当他派出的使者回来说，汉军对范增的使者极其客气，对自己却给烂菜汤吃时，项羽心里的那个疙瘩瞬间长成了参天大树。他开始剥夺范增的兵权。那位70多岁的老人在楚军的大帐里颤巍巍地站起来，他看着这个自己一手带大的霸王，眼神里充满了悲凉。天下大定矣，君王自为之。范增走了，他在回乡的路上病发身亡。项羽失去了这个世界上唯一敢跟他说真话的人。从此，项羽彻底成了孤家寡人。他只有勇猛的四肢，却丢掉了思考的大脑。韩信在北方的包围圈正在一点点收口，而项羽还在荥阳和刘邦玩着单挑的小儿科把戏。刘邦对着他大喊：武宁斗智，不能斗力。这句话像是一记耳光抽在项羽那张傲慢的脸上。公元前203年，双方约定以鸿沟为界，项羽信了。他相信那张印着盟誓的羊皮纸，他释放了刘邦的家人，带着疲惫的士兵向东回撤。在他身后，夕阳把他的身影拉得很长很长。他以为战争结束了，却不知道刘邦正握着血淋淋的刀，悄悄地跟在他的影子里。黑夜即将降临，项羽那8000子弟兵的歌声已经在风中渐渐模糊。他走向的是故乡，还是那片无边无际的牧场？在大地剧烈的震动中，项羽缓缓回过头。他看到的是那60万汉军掀起的滔天烟尘，正如海浪一般，要将他这最后的霸气彻底淹没。鲜血开始在草尖上凝结，项羽握紧了手中的长戟，指关节因为用力而微微泛白。他在这无边的杀气里，最后一次看向了远方。那个方向有他最爱的女人，也有他注定无法抵达的明天。火光在远处亮起，映照着霸王那张孤傲一世的脸庞。那是他最后的高光，也是他走向神坛的序曲。那漫天的火光，最终还是在公元前202年的深冬烧到了垓下。
这座位于今天安徽灵璧的荒原，成了西楚霸王生命中最后的一座囚牢。灰色的云层像是一床厚重的破棉絮，死死地压在头顶，仿佛一伸手就能扯下一把寒霜。荒原上没有树，只有猎猎作响的北风，像带着倒刺的鞭子无休止地抽打着楚军的营垒。那10万楚军已经被压缩在一个狭窄的土城里，粮草的辎重车早就空了，连拉车的挽马都变成了锅里的碎骨头。士兵们的衣甲单薄的像是一层纸，冷风顺着甲片的缝隙灌进去，把人的体温一点点抽干。那些在巨鹿之战中没流尽的血，此刻在伤口处结成了暗红色的冰碴子。空气里没有饭菜的香气，只有浓重的尸体腐败味和生锈的铁腥味交织在一起，让人闻一口就觉得肺腑生疼。在他们营垒的四周是黑压压的60万汉军，红色的战旗连成了一片没有尽头的血海。这就不是一场势均力敌的战场对决，这是一场早就布置好的精密到令人窒息的围猎。韩信那个曾经在项羽帐下默默无闻的执戟郎中，此刻正站在远处的高岗上，他身上裹着厚重的大楯，眼神冷得像是一块千年不化的冰，平静地注视着被困在网中央的救主。他没有下令击鼓攻城，连一根试探的箭矢都没有放，因为他太了解那个握着长戟的男人了。对付一头陷入绝境的猛虎，刀剑只会激发他的凶性。韩信在等，他在等一个比饥饿更致命的东西，去彻底击碎那座名为霸王的精神堡垒。夜幕降临了，该下的风似乎稍微停歇了一点，但那种渗透进骨头缝里的冷却越发清晰。楚军的士兵们抱着冰凉的长矛，几个人挤在一堆快要熄灭的篝火旁，连发抖的力气都快没了。突然，黑暗的旷野里飘来了一丝奇异的声响，那不是进攻的号角，也不是汉军的战鼓，那是一种绵软的悠长的调子。起初只是几百人在黑暗中低吟，像是在江边浣纱的叹息，接着那声音像水波一样荡开，变成了几千人，最后汇聚成几十万人齐声的合唱。那是楚国的民歌，是这些濒死士兵家乡的曲调。歌声里有母亲在桑树下的哼唱，有妻子在油灯旁缝补衣衫的细语，有江南水乡那绵绵不绝的春雨声。这温柔的歌声对于此刻的楚军来说是一场毁灭性的灾难，它精准地刺穿了每一个楚国汉子心中最柔软的那个角落。那是一种比10万只连弩更可怕的心理屠杀。无数士兵在篝火旁抬起头，那一张张被冻得发青、被硝烟熏黑的脸上全是错愕与绝望。他们布满老茧的手开始颤抖，那是在死人堆里摸爬滚打都不曾颤抖过的手。当啷一声，不知道是谁第一个松开了手，生锈的掌戈重重地砸在冻硬的泥地上。这声音就像是一个信号，紧接着兵器落地的声音此起彼伏，连成了一片绝望的哀鸣。在这个寒风刺骨的深夜，这支曾经横扫天下的铁血军团在歌声中哭得像一群找不到家的孩子，他们彻底丧失了站起来的勇气。中军大帐里，青铜灯盏里的火苗剧烈地摇晃了一下，把项羽巨大的身影拉扯得扭曲而狰狞。他原本正端着酒爵，那凄凉的楚歌穿透厚重的牛皮帐篷，直直地钻进他的耳朵里时，他的手猛地僵住了。这位一生都在冲锋陷阵，从未在战场上低过头的霸王，脸色瞬间变得煞白。他猛地站起身，沉重的铠甲撞击出刺耳的声响，那双重瞳在昏暗的光线里急速收缩，写满了惊恐与不可置信。他听着帐外那铺天盖地的乡音，嘴唇卡了几下，声音里带着一种难以掩饰的战栗。汉皆以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
他像是在质问帐外的黑夜，又像是在绝望地自言自语。汉军难道已经把整个楚地都占领了吗？为什么这四面八方全是楚人的声音？这个问题像一把钝刀，慢条斯理地割开他最后的骄傲。他用了一生的时间去攻城拔寨，却在生命的倒计时里才发现，自己从来没有真正征服过人心，大势已去。这四个字像一座山一样压在大帐里，烛火明明灭灭。这方狭小的天地里，只剩下三样东西还带着温度。项羽一直默默跪坐在角落里的虞姬，还有帐外那匹不安地刨着前蹄的乌队马。外面的世界正在土崩瓦解，60万大军的包围圈正在悄无声息地收紧。但在这座大帐里，时间仿佛变成了一滩粘稠的水，连呼吸都变得无比沉重。项羽缓缓转过身，看着灯影里的虞姬。在那些连年征战、血肉横飞的岁月里，这个女人是他唯一的避风港。她是霸王身上那件刀枪不入的铠甲里唯一一处柔软的破绽。帐外的乌队马发出一声长长的嘶鸣，声音里透着焦躁与悲切。项羽的眼眶慢慢红了，他走过去，宽大的手掌在虚空中虚握了一下，仿佛想抓住点什么，却什么也抓不住。他仰起头，喉结剧烈地滚动着，从胸腔深处逼出了一阵苍凉的歌声：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骠不逝，骠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他的声音在大帐里回荡，带着一种困兽般的沙哑。他没有哭诉自己丢了江山，没有感叹那些背叛他的诸侯。在这个英雄末路的时刻，这位主宰过天下的男人最放不下的，竟然只是他的一匹马和一个女人。在冷酷的政治史里，这种深情显得多么不合时宜，又多么致命。虞姬安静地听着，那双美丽的眼睛里闪过一丝决绝的光。她不是一个只能躲在男人背后哭泣的宠妾，她比谁都懂项羽。她太清楚了，只要自己还活着，项羽突围时就会有顾忌，就会忍不住回头看。只要他还在，项羽就无法变回那个心无旁骛、杀伐果断的纯粹战神。虞姬缓缓站起身，理了理身上那件水袖长裙，走到大帐中央。他拔出了一柄长剑，冷冽的剑光在烛影中闪烁，映照着他没有一丝血色的脸庞。他随着帐外凄厉的风声，为项羽跳起了最后的一支剑舞，身姿依然如当年在彭城宫殿里那般轻盈，只是每一次转身都带着赴死的决意。他一边舞一边合着眼泪唱道：汉兵已掠地，四面楚歌声。大王意气尽，贱妾何聊生。歌声落下的那一瞬间，他的手腕猛地一翻，没有犹豫，没有停顿。那柄锋利的长剑直接切开了他白皙的脖颈，一股殷红的鲜血喷涌而出，像是一朵盛开在寒冬的残菊。有几滴温热的血迹溅在了项羽那身暗黑色的战袍上。虞姬的身子软软地倒了下去，他用这种最惨烈的方式切断了项羽在这个世界上最后的一丝牵挂。他用自己的命把项羽从一个有着儿女情长的凡人重新逼回了战神的位置。项羽猛地扑过去，抱住虞姬渐渐冰冷的尸体。史书上没有写他哭得有多大声，只记下了他流下了这一生中最汹涌的眼泪。男人的眼泪滴在女人苍白的脸颊上，很快就被夜风吹冷了。他抱着她坐了很久，久到外面的楚歌声都渐渐低沉了下去。然后他慢慢地放平了虞姬的身体，擦干了眼角的泪痕，缓缓站了起来。当他再次抬起头时，那个多愁善感的项羽已经死在了这顶大帐里，取而代之的是那个让全天下诸侯闻风丧胆的西楚霸王。他大步走出帐篷，一把扯过乌多马的缰绳，翻身上马。他借着昏暗的天光，点齐了剩下的800名江东子弟。
没有任何战前动员，没有任何多余的废话。他拔出长戟，朝着东方那无尽的黑夜猛地一挥，突围开始了。这是一场把生命燃烧到极致的速度狂飙。800骑兵像是一把烧红的尖刀，狠狠地扎进了汉军那看似密不透风的包围圈里。项羽冲在最前面，他的长戟每一次挥动都会带起一片粘稠的血雨。汉军的防线在绝对的暴力面前被撕开了一道口子。当惨白的晨光穿透云层时，他们已经冲到了淮河的岸边。项羽勒住满身是汗的乌代马，回头清点人数，身后的800子弟现在只剩下100多人了。他们的铠甲破烂不堪，战马在剧烈的喘息，吐出大团大团的白气。而在他们身后不远处的地平线上，汉军大将灌婴率领的5000精锐骑兵正像闻到了血腥味的狼群一样，死死地咬着他们的尾巴。项羽抹了一把脸上的血水，夹紧马腹，继续向东南方向狂奔。当他们逃到一个叫阴陵的地方时，也就是今天安徽定远一带命运那只看不见的手又轻轻拨弄了一下棋盘。他们来到了一片陌生的岔路口，四周全是荒草和枯树，根本辨不清方向。项羽看着眼前交错的小道，心里升起一股难以名状的焦躁。就在这时，他看见不远处的田垄上站着一个穿着破麻布衣服的老农。项羽催马跑过去，居高临下地看着那个老农。后方追兵的马蹄声已经隐隐传来了，他大声问道：老人家，往哪边走是南？那个老农慢慢抬起头，那张脸上的皱纹就像是干旱了3年的黄土地。他浑浊的眼睛看了一眼这个杀气腾腾的将军，又看了一眼远处腾起的烟尘。老农没有说话，只是极其随意地抬起那只粗糙的手，往左边的方向指了指，吐出了2个字：左边。项羽没有丝毫的迟疑，他猛地一抖缰绳，带着剩下的人向左飞奔而去。在他的贵族思维里，底层的百姓是愚昧而淳朴的，怎么敢又怎么会欺骗一位君王呢？然而当他们冲过一片芦苇荡后，战马的速度突然慢了下来，马蹄踩碎了薄冰，深深地陷进了黑色的烂泥里，越挣扎陷得越深，眼前是一片望不到头的大沼泽。项羽坐在马背上，呆呆地看着那片吞噬着生机的烂泥滩，一股比寒风还要刺骨的凉意顺着他的脊椎骨爬了上来。他明白了，那个连名字都没有的老农骗了他。为什么？一个素不相识的种地老头为什么要指一条死路给他？史书里没有写那个老农的心思，但这恰恰是历史最冰冷的回音。或许是因为当年项羽坑杀的那20万秦军降卒里有这个老农的子侄，或许是因为那把烧毁阿房宫的大火让天下的赋税又重了几分，又或许在这个人命如草芥的乱世里，老百姓早就受够了那些拿着刀剑在他们头顶上争来夺去的军阀，他们本能地憎恨每一个带来战争的人。那个老农看似随意的指路，代表着底层最深沉的怨恨。这无声的背叛彻底击穿了项羽关于天命的最后一点幻想。他被这片土地厌弃了，他咬着牙和手下的士兵一起把战马从沼泽里生生拔出来，重新杀回到硬土路上。但这致命的耽搁已经让汉军的追兵彻底合围了，又是一路惨烈到无法用言语形容的血战刀刃卷了口，长矛折断了杆。当他们终于砍透了最后一层重围，听到了滔滔的江水声时，项羽的身边只剩下了26个骑兵，水面上泛着细碎的寒光，长江就在眼前了。对岸的青山隐隐约约，那就是他的故乡江东。乌江亭长那艘孤零零的小船随着江水上下起伏，木板发出吱呀吱呀的响声。亭长的催促声在风中显得那么焦急，只要踏上那块木板，他就能活下去。
留得青山在，图谋东山再起，这是所有聪明人都会做的选择。但项羽站在江边的淤泥里，看着那条生路，突然笑了。那是一个看透了一切的苦笑，也是一个顶级统帅在脑海里推演完整个战局后的叹息。他不是觉得没脸回去，如果只是为了面子，他回去中招兵马打赢了，面子自然就挣回来了。他是看到了韩信画下的那张死网，他回头看了一眼那苍茫的北方，韩信的势力已经像铁桶一样罩住了整个中原。如果他此刻跨过这条江，那就等于把韩信的60万大军直接引向了江东。大汉的铁骑会踏平那些安静的村落，把富庶的江南变成另一座堆满白骨的坟场。他是霸王，他可以为了胜利杀人如麻，但他骨子里的高傲绝不允许他为了自己苟延残喘去献祭自己的故乡。同时他也看透了政治的残忍。刘邦那个虽然油滑厚黑，但懂得分配利益的新秩序已经赢得了天下的共识，而自己所代表的那个讲究血统和分封的旧贵族时代已经彻底被历史抛弃了。就算他回去，也不过是让这场看不到希望的战争再拖延几年，多死几十万人而已。只有他死在这里，只有这颗西楚霸王的头颅落地，这个天下才能真正安静下来。他对着江风，对着那个焦急的亭长大声说出了那句定格历史的话：天之亡我，我何度为？这是他对命运的妥协，也是对责任的最后担当。他指着江水说：当年我带着8000江东子弟过江，今天没有一个人能跟我回去，就算父老乡亲可怜我，还让我做王，我又有何面目去见他们？就算他们不说，我像极自己的心，难道就不会痛吗？他谢绝了亭长的好意，走到乌贝马跟前，他那布满血污的手轻轻抚摸着马背上的鬃毛。这匹随他征战了5年的神驹，仿佛知道要发生什么，把头深深地贴在项羽的胸口。项羽解开了马的缰绳，把它交给了亭长。他说：这马所向无敌，我不忍心杀他，你把他带走吧。然后他转过身，对剩下的26个兄弟下达了最后一道命令：全部下马。他放弃了统帅的特权，放弃了骑兵的优势，他要用最原始、最惨烈的步战来迎接自己的结局。他手里只剩下了一把短兵器，面对着如黑色潮水般涌来的汉军骑兵，他的眼里再也没有了一丝迷茫，只剩下那股仿佛能把天都烧穿的战意。既然不能做天下的主宰，那我的死法只能由我自己来定。战斗变成了一场单方面的屠戮，不是汉军屠戮楚军，而是项羽一个人在收割汉军的生命。他像一头远古的凶兽，在敌阵中横冲直撞，每一次短剑的挥击都能带起一捧温热的残肢断臂。他身上已经受了10几处重伤，血水顺着铠甲往下淌，在脚下的泥地里汇成了一个个小雪洼。那些汉军骑兵虽然人多势众，却被他杀得连连后退，根本没人敢上前进入他的攻击范围。就在这粘稠的血战中，项羽的目光突然停住了。在人群的后方，他看到了2个熟悉的身影，一个是骑司马吕马童，一个是郎中骑杨喜。这2个人曾经都是他项羽麾下的旧部，如今却穿着大汉的军服，混在追杀他的队伍里。项羽缓缓垂下了手里的剑，胸口剧烈地起伏着。他看着吕马童那个曾经在他帐前听令的汉子，项羽的脸上没有被背叛的愤怒，反而露出了一种让人觉得毛骨悚然的平和笑容。他往前走了一步，轻声问道：若非无故人乎？你难道不是我的老相识吗？吕马童吓得浑身一哆嗦，根本不敢和那双重瞳对视。他心虚地把脸侧过去，指着项羽，对身边的同僚说：这就是项王。
项羽脸上的笑容慢慢扩大，带着毫不掩饰的轻蔑与悲壮。他高声说道：吾闻汉购我头千金，亿万户吾为若得。我听说刘邦那个市井小人花了1000两黄金和万户侯的爵位来买我这颗头。既然大家都是老朋友，今天我就把这份富贵当成人情送给你吧。哪怕到了这最后一步，他依然不觉得自己是被打败的。他是在施舍，用自己的命去赏赐那些背叛他的旧部。说完这句话，他猛地举起那把砍得卷了刃的短剑，没有一丝停顿，狠狠地横向了自己的咽喉。利刃切开皮肉的声音在风中清晰可闻，一股滚烫的鲜血喷得半天高，洒在了乌江岸边那片枯黄的干草上。一代霸王像一座倒塌的铁塔，重重地砸在了他再也无法跨越的江岸上。就在他倒下的那一瞬间，四周那些刚才还吓得双腿发软的汉军立刻变成了一群疯狂的野狗。那句千金万户侯的承诺烧光了他们仅存的人性。王毅第一个扑上去，死死抱住项羽的头颅。剩下的士兵为了抢夺他身体的残块，开始互相举起刀枪。金铁交加声，肉体被砍碎的声音在这清晨的江边显得无比荒诞。为了抢一具尸体，汉军自己人杀自己人，当场就死好几十个。最后杨喜、王毅、吕马童、吕胜、杨武这5个人各自抢到了项羽肢体的一部分。他们把这些残块拼凑在一起，确认真的是项羽后，全部被刘邦封为列侯。那个曾经分封天下的西楚霸王，在死后变成了一张通往富贵的门票。英雄的血肉成了这个新时代最昂贵的筹码。刘邦终于安稳地坐上了皇帝的宝座，开启了汉朝400年的基业。但历史那支冷酷的笔并没有完全站在赢家那一边。100多年后，在昏暗的竹简堆里，太史公司马迁做出了一个违背所有史官规矩的决定。他提起笔，在内部记录帝王的本纪里郑重地写下了项羽的名字。一个连1天皇帝都没当过，最终兵败身亡的诸侯，硬是被司马迁塞进了至高无上的帝王行列。司马迁懂他，他看到了在这个充满了算计和妥协的世界里，项羽身上那种稀缺到近乎天真的贵族精神，那种宁可玉碎绝不弯腰的尊严。刘邦用厚黑学赢得了现实的江山，但项羽用那抹脖子的决绝赢得了后世2000年文人的叹息。他的生命就像是一颗从夜空深处砸下来的彗星，它存在的意义从来不是像恒星那样长久的照耀世间去建立什么制度，它就是要在最年轻的岁月里，在历史的天空燃烧出最刺眼的光芒，告诉后人人类的骨头可以硬到什么程度。他死在乌江那个热血、信守承诺的古典英雄时代，也就跟着他一起死了。此刻夜已经深了，你可以把盖在身上的被子再往上拉一拉，不要为那个停在乌江边的人感到遗憾，因为如果在另一个平行的时空，他依然会选择拒绝那艘小船。他不需要世人的可怜，因为他早已把自己活成了无法复制的图腾。愿你今晚的梦里没有刀光剑影，只有直面命运的坦荡。睡吧，晚安。